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一个专门分享未来趋势与最新科技的频道。想象一下，你的电脑、手机，甚至支撑整个网络世界的大型数据中心，里面的晶片就像是一座巨大的城市，城市里的每一条街道都挤满了飞奔的小汽车，也就是电子。这些小汽车负责传递讯息，让你的设备动起来。但在这个城市里，交通越来越拥挤，小汽车们互相碰撞，产生巨大的热量，耗费越来越多能量，速度也到了极限。这就是我们今天晶片技术所面临的困境。摩尔定律，这个过去半世纪推动科技飞速前进的黄金法则，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的 AI 文明正在这片电子拥塞的瓶颈前痛苦挣扎。当前的 AI 竞赛已进入算力及国力的时代。然而，当我们试图追求10000 petaflops 以上的运算效能时，挡在我们面前的不再只是晶片设计，而是物理定律。传统的电子书模式正撞向一面墙，这就是 AI 之墙。如果电流会塞车、发高烧，那有没有一种方式能让讯息在晶片里跑得比闪电还快，而且几乎不发热呢？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反直觉？这正是今天要揭秘的硒光子技术，一个让光取代电在晶片内部狂奔的疯狂实验。它不只是让晶片跑得更快，它可能更是拯救人类 AI 文明的光，让我们的数位世界突破光速瓶颈。它究竟是科幻大梦，还是正在你我身边发生的真实革命？随着算力需求暴增，数据中心内的晶片通讯量正以几何级数成长，传统的电子传输正把我们推入热能地狱。当电子在传统铜导线中高速运动时，会产生巨大的阻抗与废热。在召集参数 trillion parameters 的运算中，传统传输方式产生的废热甚至足以让晶片烧掉。更致命的是延迟瓶颈，电讯号在铜线中的传输速度受限于讯号衰减。当传输距离增加，信号必须经过多次放大 retimer， 这导致了致命的延迟 latency。想象一下，这就像我们的数据在城市间传输时，每隔一段路就要停下来，让一个小机器人把讯号喊大声一点才能继续前进。当算力突破10000倍时，铜线已成为数据中心能效比的毒药。难道我们真的要看着 AI 文明因为几条铜线被热死或慢死吗？为了突破电子传输的末日，产业界给出的终极方案是以光代电，这就是光的降维打击。传统方式是将光模组放在晶片外部，讯号要在电路板上跑一段路才能转换。但有一种划时代的技术叫做 CPU Co-packaged， 它则是将镭射光源与光电转换元件直接整合进晶片封装内部。这就像是把城市里的马路变成了一条条超级光速列车专用轨道，完全不堵车，而且列车本身几乎不发热。震撼数据显示，透过 CPU 技术，能耗可以降低 50%， 省去了讯号在电路板上传输与多次放大的能量消耗。同时，频宽更可以提升10倍，因为光子传输几乎不具衰减特性，能提供史诗级的资料吞吐量。直观比喻，如果传统传输是平面道路的交通拥堵， CPU 就是直接开启超空间跳跃，让数据在晶片核心之间瞬间移动。硒光子的核心概念其实很简单，就像我们家的光纤网络，用光来传输数据，但光纤网络是把光送到家里，硒光子则是把光装进晶片里面，让光在晶片内部奔跑。想象你的晶片里不再是密密麻麻的电线，而是变成一条条透明的光导管，这些光导管把电讯号转化成光讯号，以光速在晶片内传输，然后在目的地再变回电讯号。这到底怎么办到的？科学家们的疯狂之处在于，他们真的在传统的硒晶圆上刻画出了极其微小的光波导，这些波导就像晶片内部的透明光纤，能够精准引导光线。当电讯号进入时，会被一个叫做调变器的小装置瞬间转换成光脉冲，这些光脉冲以光速穿梭在波导中，直到抵达目的地，再由光探测器将其变回电讯。整个过程光速、高效、低功耗，但要让光在晶片这种微小的空间里乖乖听话，像水流一样在管道里奔跑，这听起来是不是像科幻小说？难道科学家们真的能把太阳光装进你的手机里吗？当然不是直接把太阳光塞进去，这里的光是透过微型镭射产生的。关键在于如何把这些精密的光学元件以及产生光的微型镭射都像印刷电路一样直接种在普通的硒晶片上，这才是真正的技术突破点。这是一场关于算力霸权的光学战争。目前这项技术已经从实验室走向实际应用，且进展神速。英特尔 Intel 是硒光子领域的早期领跑者，早在多年前就开始出货硒光子收发器 transceiver， 用于数据中心内部伺服器与伺服器之间的通讯。他们最大的突破之一是成功的将镭射这个产生光源的关键元件直接整合到硒晶片上，大大降低了成本和复杂度。
这正是从外部光纤走向晶片内部光速传输的里程碑。他们的产品已经处于量产阶段，你家附近某些数据中心的伺服器，可能就已经默默地在使用这些光速连接了。而这股光的革命，更是 AI 时代的救星。辉达 NVIDIA 也在这方面投入巨资，因为 AI 晶片需要处理天文数字般的数据，传统电子传输的瓶颈已经让他们苦不堪言。NVIDIA 正积极将硒光子技术整合到他们下一代的 GPU 内部互联，以及 GPU 与 GPU 之间的通讯。他们的目标是让 AI 加速器的数据传输速度达到前所未有的境界，大幅提升 AI 训练和推论的效率。目前他们正处于先进研发与原型测试阶段，预计未来几年内，我们就能看到搭载硒光子技术的 AI 超级晶片问世。除了这些，台积电 TSMC 也凭借 COUPE Compact Universal Photonic Engine 技术，将光学引擎与 AI 晶片紧密堆叠。这不只是代工，而是重新定义了半导体封装。博通 Broadcom 则是目前 CPU 交换器晶片的领先者，其 Tomahawk 系列已率先导入 CPU 技术，是数据中心升级的最直接受惠者。除此之外， IBM 也在探索更基础的硒光子元件研发，包括更高效率的调变器和探测器，致力于将硒光子的应用场景扩展到数据中心以外，例如高速感测或量子计算。而像革新 Global Foundries 这样的晶圆代工大厂，也开始提供专门的硒光子制造制程，让更多新创公司和研究机构能够更容易地设计和生产硒光子晶片，加速整个产业的发展。然而，这项技术听起来如此完美，为何我们今天的晶片没有全面光子化？它难道没有任何难以克服的挑战吗？当然有，最大的挑战之一是光学元件的微型化与整合复杂度。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但要把这些比头发丝还细的光导管、调变器等精密零件大规模地整合到每个晶片中，并且保持高良率和低成本，这依然是个巨大的工程。此外，将光子讯号与电子讯号完美转换和协同工作，也需要极高的设计水准。目前，这些技术主要应用于数据中心内部晶片间的长距离传输，距离让光在晶片内部所有线路都奔跑仍有一段距离。但如果这些挑战最终都能被克服，硒光子将彻底改写我们的未来。在接下来的5年内，你将亲眼见证这项技术带来的巨大变革。首先，你的 AI 助理将会变得更快、更聪明，不再需要依赖遥远的云端数据中心，它可能在你的手机里就能完成复杂的运算。其次， AR/VR 装置将变得更轻薄、更强大，不再有恼人的延迟感，提供真正的沉浸式体验。再来，自驾车的反应速度将大幅提升，因为感测器数据的处理速度可以达到毫秒级别，让行车更安全。最重要的是，整个云端运算基础设施将会彻底升级，数据中心的耗能将大幅降低，传输速度达到前所未有的境界。这一切都将为人类探索更深层次的 AI 智能提供无限可能。这不仅仅是一项技术，它是一场从电到光的革命。当摩尔定律在电子世界面临极限时，硒光子正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光子纪元，让数据传输的光速瓶颈成为过去。这不再是科幻大梦，而是正在你我身边，由全球顶尖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们日以继夜进行的疯狂实验，它正逐步成为你我数位生活的真实革命。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千万不要忘记按赞、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任何关于未来趋势的最新消息。那我们下支影片见。